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就像雕塑一样，帮您美梦成真。已经由动态纹你没有处理，然后严重到静态纹，更严重的静态纹，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把植入剂请出来咯。那植入剂有包括什么呢？那我们先请翁医师来跟各位解释一下，植入剂到底在做什么，有什么好处？那有一些分类，翁医师跟我们观众稍微做个简单的介绍。植入剂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第一的，那刚才有提到它主要就是在处理静态纹，像是有一些比较深的纹路啦，可以用这个植入剂来帮助我们的静态纹达到一个填充的效果。对，填充的效果。那它主要可以分成有很多牌子，那不过大概就是以分子大小来做一个区分。对，如果是在比较表浅的一些细纹啊，可以用小分子。用小分子。那如果一些比较深的纹路呢，需要注射在骨膜上面的，是要支撑的，要用做支撑的，就会考虑用大分子。是。所以我们知道，从过去最早的玻尿酸啊，那个最早他们从北欧进来一些玻尿酸，那时候卖都非常好。后来到维晶瓷、亮晶瓷、聚左旋乳酸舒颜萃，还有到最后的伊莲丝啊，所有的填充剂或是我们胶原蛋白增长剂，到最新的伊莲丝，它是合并了有胶原蛋白增生剂及填充剂的效果，因为它有一个晶球啊，还有一些那个胶原蛋白增生剂的效果。所以这些植入剂啊，越来越多哈，还有我们在用在的地方也非常的广泛。那么各位会问啊，我打玻尿酸，打一些伊莲丝，到底什么地方该打？比如说像我这个静态纹，像法令纹，这些已经是成年的机构，已经是没有办法用肉毒去救的，我们就是用玻尿酸来打。所以，翁医师，我再请教你，以你整形科医师的立场，对于这个植入剂及手术的拉皮，你应该都做过很多。你觉得这两个，你给观众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或是说你给他现在反正整个脸都不堪入目了，那你用什么样的区别，或是跟观众做一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可以用整形？那什么时候是需要做植入剂？植入剂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必须定期的回诊所施打的植入剂，因为它是会慢慢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所以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施打了很多次了，有机会上的考量，或者是你这个纹路太深了，需要打的剂量非常的多，这个皮比较垮的这些患者已经没救了，干脆就手术了，就可以考虑直接接受手术，做一个回春的有一个回春的效果。对，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爱美的女士观众朋友，因为植入剂打比较没有侵入性，手术哇，听到手术要开刀，大家就会有点怕。所以依照以前我们做的经验呢，手术大概只有占20%啊，大概不多。但是手术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那植入剂的好处就是不要担负那么多心理担心怕的风险，它比较低门槛。所以这个各个选择就看各位遇到的状况跟你所找的医师他的建议怎么样。那如果是整形科医生，他们都什么都可以做。那我记得整形科医生最常用的植入剂有一个叫雅德妹啊，这个雅德妹，我有一个同学呢，几个同学整形他们都喜欢做雅德妹。那么这雅德妹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植入剂，但是它的时间可以到5到7年。各位听到的5到7年很惊讶，哇，打一次可以到5到7年，所以整形科医生干脆都介绍客人去打雅德妹。那雅德妹它就是介于玻尿酸跟这个矽胶之间，它有玻尿酸特性，也有矽胶特性，所以它最中间它可以维持比较长，但是它也会消失，它又没有以前矽胶那个副作用，它也有玻尿酸的好处，
所以很得整形科医生的青睐。那我们一般的医美大概很少用雅德妹，就是这个，因为大家听到细胶就有点害怕，但是整形科医生都觉得啊，一劳永逸，不要常常来找我，就打雅德妹就是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请到翁医师给大家一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一个亮点，就是在我们的法令纹告诉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已经有新的技术，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这个手术翁医师在台湾，我相信他是做最多的，他绝对，他说第2名，没有人敢说第1名。他的这个叫做一个名字非常好的名字，听过叫贵妇手术。贵族手术叫贵族手术。贵族手术怎么做呢？目前的做法2个，一个是从鼻子内侧，在鼻子里面的地方做一个1.5公分左右的伤口。那另外一个从嘴巴里面，那伤口从鼻子这边进去了。对，鼻子里面。那哪个比较好做，比较方便？其实各有优缺点。对，不过从鼻子的话呢，因为我现在它是比较不容易去做这个比较好的定位。那你做的最多还是从口腔里面？如果是我现在是比较常从嘴巴里面。那伤口也是大概1.5公分左右。1.5公分这么小？哇，那很好，好像是嘴巴破1个礼拜就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缺口。然后我们把一个叫 Gore-Tex 把 Gore-Tex 植入进去，就把整个撑起来。再跟各位介绍一个植入剂非常流行的材质，叫 Gore-Tex， 叫4氟乙烯，延展性的4氟乙烯。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植入材质里面有大概有20到40 micrometer 的微小孔洞，所以它透气数很足够。那么它固定在我们人体的骨膜上，可以跟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固定作用，不会移位，而且慢慢的也会跟我们附近的细胞结合成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结构。那我们在手上拿的第一个，在这个样子是它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各位看到就知道它是做什么，它是作用在下巴植入下巴。我们把这个从嘴巴切个伤口植进去之后，你下巴就可以变长。那么第二个呢，你看它的非常柔软度很好，这个就是隆鼻。你看我们这边把它放在这里，鼻子就会变成又高又挺那也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好的立体效果。那最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贵族手术，2颗非常小巧玲珑的2颗。那么这2颗怎么作用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呢，它可以从嘴巴里面开一个1公分的小口，那从这边塞进去，塞到我们2边的法令纹这个三角区域，让你法令纹下陷的地方让它鼓起来，做一个填充的动作。因为这个 Gore-Tex 它是永久性的，所以可以不用去接受重复打玻尿酸的这种麻烦。它在里面呢，也可以保持一个非常柔软，而且完全没有感觉到异物感的舒适状态所以这就是 Gore-Tex 4氟乙烯的一个模型。这个手术可以维持多久？因为它是直接在我们的骨膜上面放进植入，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几乎是永远的。哇，那各位爱美的一族，你可以非常的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你不用常常回诊所花钱去打玻尿酸，而且这个价格听说也不贵，所以你可以好像是里面的再造骨头一样，弄个骨头在上面，让你把这个纹路永远的填满，而且不用再花第2次的钱所以如果说是你有兴趣的话，翁医师这个手术做得非常的多那这个手术有没有什么缺点或是要注意的事项？也请翁医师跟各位大家讲，我们不能光讲优点缺点或是该注意的，做完以后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当医生也要有一个义务跟各位事先讲清楚。翁医师，
一般我们放入植物最担心的就是植物发生感染。那我们退出手术，它也是放入植物，所以一般还是有5%的机会就可能产生这个感染的情形。所以如果有做完这个手术的患者，就是回去发现的脸肿肿的，有红肿热痛的情形，就要马上回到诊所来做一个追踪。你一般来讲，会不会做完就给病人吃个3天6天的抗生素？还是会吃个几天，还是这几天。所以感染的机会，如果你有在吃抗生素，感染机会是不高，因为我们口腔大概有400种细菌啊，这400种细菌几乎大概都是很温和，因为它长期跟我们口腔生活在一起，除非你的牙齿很多牙垢，那个细菌藏得太多。一般来讲，我们只要一般的口腔抗生素、广效抗生素吃个几天啊，这个一个疗程，大概感染机会都不会很高，所以它上口就1.5，非常方便，又是一劳永逸。我们了解了有这个新的贵族手术之后，大家会了解，只要开2个1到1.5公分的口，虽然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它也跟传统的玻尿酸可以做一个取代的作用。各位观众，讲到这里，大家听了很高兴有关于医美的尝试，但是有些客人就会问：我做完了医美，只是我表面的健康而已，表面的美丽，但是我体内的健康要怎么保养？告诉各位，如果你对健康非常有注重以及需求的话，刚好张医师对于健康也有非常多的热爱，尤其是我们的干细胞、免疫细胞，这么新的技术都会有很多的新的资讯。如果你跟张医师一样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话，请你在我底下留言，我们可以找机会来共同研究探讨。我们也会给你很多新的资讯跟知识，让你的表面、让你的脸、你的身体外表美丽青春之外，还可以塑造你内在身体的健康与长寿。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请到辅大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翁日升翁医师来跟各位讲一些有关医美以及整形所要注意的事项。我看这一集呢，很多观众一定听得非常高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还是一样依照老惯例，拿起你的右手订阅右下方红色字，按下去2个订阅2个字，然后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医师群也随时注意你的留言，你的疑难杂症，你所有想知道的问题，我们的医师团队会热心帮你关心你的问题，热心解决你的问题。希望下次我们照顾你的健康，能够同时顾及你的美丽与青春。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